欢迎来到我们的每周黄金市场深度解析。本期我们依然根据市场黄金协会2025年10月20日发布的最新每周市场监测报告，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全面的市场洞察。本周报告的标题非常有意思，无视地心引力，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前黄金市场的状态。尽管很多人认为金价已经过高了，但它依然在持续的走强。那么这股强大的上涨动能究竟来自哪里呢？未来又将如何演绎呢？让我们一起深入报告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2页高光部分。报告开宗明义的就指出了上周复杂的宏观经济图景。一方面，中美贸易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美国主要银行财报强劲，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持续停摆对区域性银行和私人信贷风险的担忧也在发酵。欧洲方面，英国经济出现了温和反弹，而亚洲的中国第3季度增长放缓。在这样多空交织的背景下，全球股市虽然有所反弹，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双走弱，为黄金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尽管金价的上涨感觉有点过度，但在市场不确定性和降息预期的推动下，黄金持续吸引新的投资。世界黄金协会维持其观点，即黄金在战略上仍被低配，未来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现在我们来看本页右上角的本周图表，这张图展示了从1971年到2025年黄金价格相对于全球股票的比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率在历史长河中波动巨大，曾在1980年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点。当前的比率虽然从低位有所回升，但与历史峰值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这张图告诉我们，从一个非常长期的视角来看，黄金相对于股票的昂贵程度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夸张。接着我们来看本页最下方的资产表现条形图。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展示了上周和年初至今各大资产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上周黄金大涨 6.3%， 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61.9%， 遥遥领先。白银同样表现出色，年初至今上涨 79.6%。 相比之下，石油则表现疲软，年初至今跌了近 20%。 股市方面，纳斯达克和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表现亮眼。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美国国债的 US10Y 和比特币上周都出现了下跌。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局的视野，凸显了黄金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避险和增值的双重属性。接下来让我们聚焦黄金本身，翻到报告的第3页 All About Gold。 左侧的 Week in Review 这一部分总结了黄金市场的几个关键动态。第一，黄金价格已经连续8周上涨，上周收盘价达到每盎司 4224.8 美元，年内涨幅扩大至 62%。 第二，看涨的期权市场活动和全球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共同支撑了金价。第三，市场情绪已经进入了超买区间，布林带的扩张预示着未来波动性可能会加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页右侧的图表，黄金市场头寸的周度变化。这张图非常重要，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资金的流向。最上面的 Global Gold ETF Demand 这张图显示，全球黄金 ETF 在上周出现了显著的净流入，大约有50多吨，其中北美地区是主要的贡献者。这表明以中长期配置为目标的机构和个体投资者正在重新加码黄金。中间的 Net Longs at COMEX and Shanghai Future Exchange 这张图展示了期货市场的投机性头寸。我们可以看到，
在 COMEX 市场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基金经理净多头持仓量非常高，接近500吨。而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排名前20的净多头头寸也处在高位，这说明短线交易者和投机者也极度看好黄金。最下面的 Gold ETF and Futures Options Delta 这张图反映了期权市场的方向性压注，无论是黄金 ETF 期权还是期货期权，净名义 Delta 都显示为正值，并且在上周有所增加，这进一步印证了市场普遍存在着看涨的情绪。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资金流的数据，我们可以结合报告后面几页的图表来看。请看第14页 Weekly ETF Flows 这张表格，详细地列出了上周全球黄金 ETF 的资金流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总流入量达到 55.1 吨，主要是由北美地区贡献了近40吨。在下方的 Key US Funds 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头羊 GLD 这一家就流入了30吨，非常大的规模。再看第15页 Year to Date ETF Flows， 从年初至今的维度来看，全球黄金 ETF 已经累计流入了超过700吨，其中北美市场贡献了超过400吨。这表明今年的黄金牛市 ETF 投资者是绝对的主力军。接着我们回到期货市场，请看第10页 COMEX Positions 这张图表。这张图更详细地展示了 COMEX 市场的多头头寸的构成。紫色的部分基金经理净多头，蓝色的部分是其他净多头。我们可以看到基金经理的净多头头寸达到493吨，总净多头超过了800吨，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显示了市场极强的看涨共识。我们来看第16页Gold Market Trading Volume 这张表格，这里展示的是全球黄金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场外交易、交易所交易，还是黄金 ETF， 9月份的日均交易量都非常活跃。总的黄金市场流动性在9月份达到了3880亿美元，远高于前几个月。这说明当前黄金的上涨是有真实活跃的交易量作为支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在背后推动金价上涨呢？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给了我们的答案。这张图将最近一段时间的黄金回报分解为4个主要的驱动因素。我们重点看最右侧截至到10月17日的最新数据。在 5.66% 的黄金周回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与不确定性贡献了将近 4% 的回报，是绝对的核心驱动力。这与我们在第2页看到的宏观分析相吻合。市场对银行、信贷等领域的担忧是推动资金涌入黄金的主要原因。此外，动能因素也贡献了 0.71% 的正回报，说明市场的追涨杀跌情绪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完了基本面和资金流，我们再看一下技术层面，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势。请看报告的第6页 Gold Technicals， 这张周线图清晰地显示金价已经强势突破了上方的布林带上轨。通常来说，价格触及甚至突破布林带上轨被认为是超买的信号，可能预示着回调或盘整。我们再看下方的技术指标 RSI， 也就是相对强弱指标，已经进入了86的超买区域，这是自去年9月份以来 RSI 在超买区域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同样，下方的 MACD 指标也显示出强劲的上涨动能。报告指出，虽然这些指标都暗示了短期回调的可能性，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布林带的开口正在显著扩大，这预示着未来波动性可能会加剧，价格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综合来看，技术面显示黄金处于极度强势但又严重超买的矛盾状态，短期内追高需要谨慎，但下跌的空间可能也有限。
那么展望未来，未来这周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呢？报告的第5页的 Week Ahead 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对于美国市场，周五将公布被推迟的9月份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报告，市场普遍预期核心和整体通胀率都将降温，这可能会为美联储下周的降息铺平道路。这对于黄金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利好。在欧洲市场，周三英国将公布9月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通胀压力可能会加剧，这可能会降低英国央行降息的可能性，对于英镑是利好，对黄金的影响相对间接。对此，欧元区的 PMI 初值也值得关注。亚洲市场，周五日本的 CPI 数据是焦点，如果核心通胀维持在高位，那么可能会加剧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左侧的 Bloomberg Consensus Expectation 这张表格为我们列出了这个星期每一天将要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的市场预测值，大家可以作为自己交易计划的参考。希望本期的深度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前的黄金市场。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周的市场分析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